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的是套筒工具的认识篇。好，那今天最主要会以套筒工具这个规格，我们该怎么去了解？好，通常我们在市面上可能会有一些规格的选用。好，因为我们可能需要在拆卸螺丝的时候，会运用到类似画面上这几种套筒工具。好，那今天呢会介绍一些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套筒工具给大家认识，然后最主要呢，我们就是要怎么来看规格，怎么去选用规格。好，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发现说，我们的套筒工具，我们如果不了解规格的时候，往往我们会买错工具，好，导致说我们买回来之后呢，螺丝还是没有办法去做拆卸。好，那今天就是会以这样的角度呢，入门带大家来认识一下套筒工具的规格，我们该怎么去看它，以及说对应的一些螺丝呢，我们该怎么去使用，以及一些其他的一些综合应用。好，那这里我们要怎么认识它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咯。首先呢，我们在认识套筒种类之前呢，需要先了解一下套筒的规格呢，我们该怎么去看它。好，那这里呢，今天最主要呢，会以3个我们最常见的规格来给大家做说明。好，那当然它有更大的规格呢，这边就留给各位举一反三。好，那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好，一般我们在讲套筒呢，它的规格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四角形，这个规格是多少？好，那这边呢，当然会有大跟有小。那一般呢，我们比较常见的像是2分。那2分的意思是什么呢？2分呢，我们这边呢是英制的一个尺寸。好，所以英制的尺寸的时候，我们如果是英制的，你要看2分的话，我们就以8为单位。然后呢，我们以分母呢来做看它。好，所以2分的意思就是2/8。2/8，我们把它约分之后就是1/4。所以呢，2分所代表的就是1/4这个规格。那1/4是哪里的尺寸呢？那我们就是要量测这个四方形它的对边。那我们量起来是 6.35， 它就是1/4。1/4当然是英制的，我们就是1×4再乘以25.4。那关于这一块呢，更详细的部分呢，在英制雅的认识篇这里有详细的介绍。好，我们在这个几分呢，我们要怎么去分辨它？那这边有一些台语的说法。当然那边是螺丝的。好，那套用在我们这个套筒呢，其实是通用的。所以最主要它的规格就是这样子。那我们最常见的是2分、3分以及4分。好，所以2分我们刚解释起来呢，2分的意思就是2/8，就是1/4这个英制的一个尺寸。那3分呢？3分就等于是3/8。好，所以3/8这个对边呢，我们把它量起来呢是9.53，大约是这个尺寸。因为它有一些小数点，我们大概取一个值。那1/2呢？1/2就是4分，就是4/8嘛。所以4分的话，我们的对边就是12.7。最主要是这3个规格。所以我们在选用套筒的时候呢，除了前端这里凸字形，就是我们来这边前端要接一个套筒嘛，以及尾端的地方呢，我们套筒的部分也是有规格，所以呢，我们这个规格必须要两者呢都可以通用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使用这个套筒工具。因为有时候你的工具像是一个棘轮扳手棘轮扳手上面呢也会有这个头型所以头型跟我们的套筒必须要一致，2分对2分，3分对3分。那如果是以分数来讲解的话，就是3/8要对3/8，1/2要对1/2，要能够对应的。那当然说有一些呢是有转接头的，像画面上这就是属于转接头，就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是工具跟我们的套筒没有对应的时候，我们可以运用转接头呢来让这2个做连结。那最主要让大家先来认识一下套筒的规格呢，就是以这样来做分类的就是它的头型这个四方形的对边。那这边当然会有很多种形式，那比较大的尺寸呢，这边就留给各位去做一个学习跟一个延伸应用。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六角形的套筒工具。那六角形的套筒工具呢，我们在这个套筒工具里面分成外六角的以及内六角的。那外六角跟内六角呢，它的长度当然有长有短所以我们画面上所示意的呢是其中一个规格。
哦，那这边市面上是相当多的哦，这边就留给各位去认识。那这一个外六角我们会运用在什么样的场合呢？一般都是运用在外六角的螺丝，像画面上这样子。那螺丝呢，因为它有大有小，所以对应的它的这一个六角头呢也会有大有小。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套筒呢，会有分你看8号、9号、10号。那这个9号或10号的意思就代表说，它这边六角它的对边呢，就是10 mini 就代表10号。那如果是9号呢，就代表这里是9 mini。那当然这个地方呢会稍微大一点点。这样子我们的螺丝呢，这个头我们才可能穿进去。所以那前面有讲解到这个部分呢，是属于有一个底下有一个四方孔的地方。那这边呢，如果你还不知道的，我们可以往前面一个章节来做一个学习。就是我们这个套筒的规格呢，是2分的、3分的还是4分的呢？那这边留给各位去学习咯。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是属于内六角的套筒。那一般呢，我们一样会有内六角扳手嘛。那套筒工具一样会有内六角的套筒工具。那这边一样，我们对应的呢是我们要使用的是内六角的螺丝头，像明头的或是沉握螺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或是散头的。那一般这一个内六角呢，我们所给它的代号是 H， 有时候是它可能是 H3、H4， 那这个3跟4就代表这个外六角它的对边，它的是多少 mini。那我们来量一下，这里是 2.5， 所以呢这个规格叫做 H2.5。我们来看一下隔壁这个的话，尺寸是3，所以这个是 H3， 意思就是这样是比较直接的。当然这边呢，我们所示范的是公制的尺寸，一样会有英制的尺寸，那这边就留给各位去做举一反三跟认识咯。再来呢，要介绍的是十字形的套筒工具。那这个十字形呢，其实呢，我们一般所常见的是螺丝起子。那我们的套筒工具呢，一样会有十字形的一个规格。那这个部分呢，它所运用的就是我们在螺丝呢，很多螺丝它是使用十字形的，像画面上有好几种。那这里呢，它的这个规格呢，我们一般呢会以 pH 来做一个代号，所以它会有 pH1、pH1、pH2、pH3。那这个地方呢，只要你的号码数越大，代表它前面的头型越大。像这里pH3 的话，这个头型会比较大，所以代表它十字的地方会比较大。像画面上我们所看到，这里呢十字会比较大，我们就要对应比较大一点的工具。如果呢你拿比较小号的工具，你会发现说你在转的时候是转不动的，因为这个面跟面是没有靠在一起的。那如果呢你拿太大的一个规格去要锁这个像画面上这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十字的话，你一样工具放不进去，所以呢我们所对应的必须呢是要可以做锁付的。当然说有一些可能还是可以，像可能中间值的没有很大也没有很小，也许呢两个都能锁。但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还是说我们要配合比较刚好的一个规格。有时候你可能就不了解，以为说是十字起子就是十字起子，直接锁就可以了。但事实上它有一些规格，因为有时候我们如果选错规格，假设它必须要 pH3 的这个尺寸，但是你用 pH2 这个尺寸来锁的话，有可能你还是可以锁，但是呢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接触面是不一样的，有可能会产生这个牙会滑牙。那滑牙之后呢，代表说这个头呢可能变成圆形了，之后你可能要拆的时候会拆不下来，或是说往后你可能还没有锁紧，锁到一半它就已经没有办法锁附了。所以这边呢必须要去注意一下。一般我们用这个十字的套筒呢，它前面的代号是 pH。那 pH 呢，我们的号数越小，它前面的尖端越细，所能锁附的规格就会越小。那这边先让大家来认识跟理解咯。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一字型的套筒规格。那这边一样，我们一字型的呢，一样会有螺丝起子来做，我们是比较常见的嘛。那所以套筒工具其实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如果认识到这边，就会发现说，其实套筒工具呢，
它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多的。有时候我们的L 型的一个扳手不管是六角或心形的甚至于我们的螺丝起子或是开口扳手这类的呢，我们通通都可以在套筒工具里面呢都可以看到它其他的应用。那这边我们回归主题，我们所看到的是一字型的套筒，那一般呢就是用来锁附螺丝比较多所以它跟十字形一样有大有小所以那这里呢一字形呢它的规格呢我们会在前面加一个 SL那所以它一样有一个代号 SL 1、2、3等等的一样它的号码呢数越大就代表它这边的规格是越大的所以一样我们要对应比较合适的一个规格你可以选选看一般呢我们都是可以插进去之后呢不会插太多，我们转得动就可以了那其他的我们除了螺丝以外呢，我们在这个管束的地方我们也会看到，因为一般管束呢这边所运用的必须要是一字形的一个工具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就会很常用到一字形的这种，有时候可能是螺丝起子或套筒工具，我们都可以去使用它那关于管束的部分，如果你有兴趣的，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说明这边都会放上连结，我们可以去做更深入的一个学习那这边先让大家了解一下一字形的套筒扳手呢一样它的规格 SL， 然后号数越大代表它的规格越大咯。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新型的套筒工具那这一部分呢新型的套筒呢它的规格我们要怎么去看它呢？那一般新型套筒呢它前面呢会多一个 T所以你可能会看到 T10、T15、T20、T25、27等等的这类个规格，它所代表的就是我们这一个新型工具它呢是对应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大小所以它的号数越大代表呢它的规格是越大的。那它所对应的一般呢就是我们运用的螺丝那螺丝的头型呢相当多，那这边举几个范例让大家了解一下那这部分有时候呢我们在汽机车产业可能会看到这种新型的螺丝，或者是脚踏车都有可能那这边我们就是要运用到对应的一个规格一般我们如果看到这种新型的头呢，我们一般是用六角扳手是没有办法去做一个锁附跟开合的所以这边要注意一下，我们要运用对的一个规格这边都必须新型的必须对新型的那而且呢规格要一致我们才可以去做一个锁附的动作所以这边六角扳手是没有办法去处理这种新型头的一个螺丝那这边先让大家了解一下关于新型的这个规格呢，我们也是有套筒工具可以去做使用的再来呢我们来介绍一下综合的应用一般我们的套筒工具呢我们都会运用在哪里呢？一般都会运用在类似画面上这样子，我们是一个棘轮扳手棘轮扳手呢前端会有一个头那这边呢我们就是要找到我们所对应的它的规格像画面上这里我们量起来是 9.53， 所以它是3/8的规格所以3/8的规格就是3分所以这里呢我们所运用的规格必须要是3分的套筒套筒工具那像这个画面上是接杆接杆就主要是加长型，有时候我们在一个深孔作业的时候可以运用这种接杆它有长有短或是万向接头那这里万向接头的部分关于这个细节呢我也会放在影片底下的说明各位有兴趣的可以去这边了解更多那这里呢一样会有梅花型的一个套筒工具，那梅花型呢它其实跟梅开扳手那个后面的部分呢是非常类似的所以呢一般我们所看到的是类似这种六角形的套筒工具那这里呢我们就只能有这几个方向，所以呢我们如果是以这个梅花型的话，它就是12个边所以所代表呢我们会多出比这个多出1倍的一个角度可以去做使用那这边呢我们如果这样子以360度来分的话它就是每60度一个角度可以去做锁附。那如果是除以12的话呢，我们就是以30度一个角度可以去做锁附所以使用的时候空间呢变化跟灵活性会更高的
然后一样它有分一些大小，我们可以去做运用跟搭配。好，那像这里呢，我们有时候也会看到类似这种工具，它是长柄型的，前端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弯曲，好，所以这边可以当成一个扳手，或是把它拉直之后呢，会类似一个像螺丝起子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它是像画面上这里都是这种形式，它是可以去做运用搭配。好，所以一样我们要看前端这个尺寸到底是多少。好，那这边是 12.7 12.7 呢就是1/2， 1/2就是4分的一个套筒工具，我们所以要运用4分的套筒工具来做运用搭配。那像这里有时候接杆型呢中间会有一个洞，那这里呢就是让我们穿这个部分这个长柄的，所以它可以当成 T 字扳手。那 T 字扳手呢，我们最常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如果有去机车行做维修的时候，或是你的机车有问题的时候，你会看到机车行的维修人员都会拿着 T 字扳手在那边转嘛。所以它的原理是一样的。差别在说它前端这边呢是可以去做替换头的。所以这个是套筒工具的一个应用。那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也有类似这种 T 字形，但是它比较短的所以其实它是大同小异的。以及说我们可以运用类似这种螺丝起子型的前端呢，它是一样是一个接杆。那接杆这边呢，我们一样要看它的大小这边是 6.35 6.35 就是1/4，那1/4就是2分所以我们要运用的是2分的套筒工具。那这里你可能会想说，那有时候我的主体的这个工具的柄呢它可能就是这个规格，但是我买到的套筒工具是另外的规格。假设说我的这个螺丝起子是2分的规格，可是我的套筒工具是3分的，那怎么办呢？那这边呢，一般我们在市面上也会买得到类似这种转接头。像这里呢，我们可以用2分转3分，或是3分转4分，等等的这类的运用。那这边呢，其他细节让各位去了解，大转小，小转大都有。那这边呢，我们只要去寻找，我们都可以找得到的。那这边呢，就是我们这样的搭配运用呢，就会更广泛、更弹性。那这里呢，最主要是讲几种我们在套筒工具的使用上的一些综合应用。所以我们这里就会发现说，套筒工具只要呢你的工具够齐全，其实我们可以处理非常非常非常多种不同类型、不同场合的螺丝。所以这边呢让大家去了解一下它的应用层面哦。最后呢，来总结一下套筒工具规格的认识篇。那今天呢，所以主要是讲解了套筒工具的规格，我们要怎么去分辨它。所以刚前面有提到，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一般就是在讲这个四角头的地方的规格，像是2分的、3分的或是4分的。2分的意思呢，就是2/8嘛，就是1/4。3分的意思呢，就是3/8。4分的意思就是1/2嘛，就是4/8约分之后的。那这边呢就是让大家理解一下它的工具的规格呢，就是我们要看这个四角头的它的对边。那再来就是其他的延伸应用，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套筒工具它的运用层面非常广泛。无论是螺丝起子的十字形、一字形，或是六角扳手的六角形、心形，甚至于开口扳手、没开扳手的这种六角形呢，我们都可以去做处理。那其实今天所讲解到的套筒工具只是一小部分而已。一般呢，我们这种套筒工具呢，还能运用在哪里？像是气动工具，气动工具一样，同样的原理。所以它这边呢，我们只要用气动工具去接它，一样可以去做其他的应用。那这边呢，举个例子，像我们有时候如果是汽车轮胎我们需要换轮胎的时候，你就会听到有那种打气的声音，那种敲击声。那一般我们就是用气动工具的这种套筒去做轮胎螺丝的锁紧或放松。那这边呢如果你有去了解的话，我们可以留意一下原来气动工具也是运用这种套筒工具来做一个锁附的。那其他的像还有什么呢？像是那种接杆式的有时候我们在前端呢会有接杆，那接杆它连着的可能是快拆头或是其他很多很多那种其他的运用。
那这边就是没有另外多做说明。有时候呢，像心形的也有中空型的，或者是十字形的呢，会有米字形的等等的，这一类的就没有再细入探讨更多。那今天最主要呢，就是讲解这个规格我们怎么分辨以及几种我们常见的应用。那这边让大家认识跟了解，以便于说未来呢，我们如果有需要购买套筒的工具，或是你需要拆卸螺丝的时候，可以更准确的买到我们所需要的工具咯。那今天的教学呢，就到这边为止了，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拜拜。